南傳佛教藏着佛陀的出場設置。上一集結尾，我們講到一個很諷刺的現象，阿育王用帝國的力量把佛教送出了印度，可是最後把佛教最古老文本保存的最完整的地方，恰恰不是帝國中心，而是一座海島。這座島就是斯里蘭卡。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如果你今天想找一份最接近早期佛教的說明書，很多人會告訴你去讀巴利三藏，去看南傳佛教，去看上座部的傳統。這句話對不對？大體上對。但如果你把它理解成南傳佛教就是佛陀當年親口說法的原始錄像，那就又錯了。歷史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這裡，它從來不給你一個乾淨到沒有灰塵的答案，它只給你一個帶着指紋、帶着修補痕跡、帶着時間折痕的答案。南傳佛教的價值不是它完全沒有變化，一個傳統傳了2000多年，怎麼可能不變？它真正特殊的地方在於，它把變化壓到了相對最小，把一套早期佛教的骨架保存得相對最完整。這就像你拿到一部古老手機，它當然不是剛出廠那一刻的樣子，電池換過，外殼磨損了，系統也打過補丁，但你一開機，發現它的核心架構、菜單邏輯、基礎功能居然還保留着第一代設計的氣味。這就是南傳佛教最迷人的地方，它不是一個神聖標本，它更像一台還能開機的老機器。我們先把名字講清楚，南傳佛教為什麼叫南傳？因為這條傳統主要從印度向南傳播，先到斯里蘭卡，後來又影響緬甸、泰國、柬埔寨、老撾等地區。他自己更常用的名字是上座部佛教，上座指的是長老。這個名字背後有一個很強的自我定位，我們是跟隨長老傳統的人，我們保存的是早期僧團的規矩和教法。注意，這裡有個坑，上座部不等於我們前面講過的那個最早分裂出來的上座部原封不動延續到今天，中間經歷過很多部派分化、地域遷移、文本整理和注釋傳統。今天的南傳上座部，更準確的說，是斯里蘭卡大寺派傳統後來保存下來的形態。所以我們要同時拿住兩句話：第一，它確實是現存最完整的早期佛教傳承之一；第二，它也不是時間膠囊。你看，只要這兩句話同時成立，很多爭論就沒那麼容易把你帶偏了。有人一聽南傳就立刻說這才是真佛法，其他都是後來的加工，這個說法太粗糙。也有人一聽後來的加工就立刻說那反正都變了，誰也別說誰更早，這個說法也太偷懶。歷史不是二選一，歷史要看程度、看層次，看哪一部分變了，哪一部分沒有變。那南傳佛教到底保存了什麼？最重要的是巴利三藏。三藏就是三只籃子，第一只籃子叫律藏，保存僧團戒律；第二只籃子叫經藏，保存佛陀和弟子們的說法；第三只籃子叫論藏，是後來的系統分析和哲學整理。我們前面講口傳傳統時說過，佛教最早沒有靠文字保存，而是靠背誦，不是一個人背，是整個僧團分工背，有人專門背長部，有人專門背中部，有人专門背律，像一套活的人肉硬盘陣列。這听起來很不靠譜，對不對？可是你想想，在一個沒有印刷術、手抄本又昂貴易壞的時代，文字未必比訓練有素的集體背誦更可靠。文字會重鑄，會發霉，會被燒掉，可是一個跨地區的背誦網絡，只要僧團還在，它就能不斷自我校驗。問題是，再強的口傳系統也怕一種東西，怕世界突然變壞。斯里蘭卡的傳統記載說，公元前1世紀左右，島上經歷了戰爭、饑荒和僧團危機，很多能背誦經典的長老相繼去世。大家突然意識到，如果繼續只靠活人記憶，整套教法可能真的會斷。於是，在斯里蘭卡的阿盧寺，僧團把巴利三藏寫在背頁上。這件事非常關鍵，它不是佛教第一次記筆記那麼簡單，它更像是佛教從雲端同步第一次落到了本地硬盤。以前
法住在人的喉嚨裡、耳朵裡、記憶裡，現在法也住進了文字裡。這一步救了經典，也改變了經典。為什麼？因為一旦寫下來，流動的東西就會變硬。口傳傳統有一種彈性，它會在共同誦讀中維持穩定，也會在不同地區留下細微差異。文字化之後，某一個版本開始擁有權威，其他版本就慢慢退到陰影裡。所以你看，保存和固定永遠是一體兩面。你為了讓它活下來，必須把它寫死一點。這句話有點狠，但歷史就是這樣。佛陀當年講法是活的，他面對不同的人說不同的話，對貪心重的人說不淨觀，對散亂的人說安盤念，對執着自我的人說五蘊無我，對適合漸進的人說布施、持戒、升天，再一步步引向解脫。可是到了經典保存階段，這些活的對話必須被整理成文本，文本就需要次序，需要分類，需要邊界。於是佛教開始從一場活的教學變成一套可傳承的系統。南傳佛教保存的就是這套系統裡最早、最清晰、最克制的一個版本。它的核心目標很明確，證阿羅漢果，斷除貪嗔癡，出離輪迴。它的修行方法也很樸素，戒、定、慧，先用戒律穩住行為，再用禪定穩住心，再用觀照看清無常、苦、無我。這裡你會發現，南傳佛教很少給你那種宏大的宇宙敘事，它不太熱衷於講無量佛土、無數菩薩、不可思議神通。它的氣質更像什麼呢？像一個極其嚴謹的老醫生，你來了，他不先跟你談宇宙，他先問你哪裡痛，什麼時候痛，怎麼痛，然後告訴你痛的原因是什麼，止痛的可能是什麼，藥怎麼吃。這就是四聖諦的氣質。苦是症狀，集是病因，滅是可恢復的健康狀態，道是處方。這套東西樸素到有點冷，但恰恰因為冷，它才不容易被情緒帶跑。南傳佛教對現代人最大的價值，也許就在這裡。它會逼你回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你別急着問宇宙有沒有高維存在，別急着問前世是誰，別急着問自己是不是有特殊使命。你先看清楚，此刻這一念貪，這一念怕，這一念想證明自己是怎麼升起的。這就是出場設置，不是更神秘，而是更直接。有觀眾問，既然南傳更接近早期佛教，那是不是我們應該全部回到南傳？這個問題不能這麼問。回到早期不等於回到真理，早期只是早，不自動等於完整。一個孩子小時候的照片很真實，但它不是這個人的全部人生。大乘後來發展出菩薩道、中觀、唯識、如來藏，這些東西不是憑空從天上掉下來的，他們是在新的歷史處境裡回應新的問題。比如，當佛教進入更複雜的社會，當修行不再只是出家僧團的事，當普通人在苦難裡也想找到一條路，佛教當然會長出新的表達。所以我們評價一個傳統，不能只看它早不早，還要看它解決什麼問題。南傳解決的是保存和校準的問題，它像一把尺子，讓我們知道佛陀早期教法大概長什麼樣。大乘解決的是擴展和轉化的問題。他問，如果所有眾生都在苦裡，那修行能不能不只是我一個人上岸？你說哪一個更對？這就像問種子和樹冠哪一個更像一棵樹？沒有種子，樹冠是空中樓閣；沒有樹冠，種子永遠只是可能性。真正成熟的看法是既尊重南傳保存的早期骨架，也理解後世佛教為什麼會繼續生長。你不能因為樹長出了枝葉就罵它背叛了種子，你也不能因為枝葉繁茂就忘了種子原來長什麼樣。那南傳佛教後來怎麼從斯里蘭卡走向東南亞，又怎麼影響現代世界？這裡有一個很關鍵的線索，叫內觀。內觀這個詞今天已經非常流行，很多人去參加10日禪修，練習觀察呼吸，觀察身體感受，觀察念頭生滅。很多正念課程也從這個傳統裡吸收了大量方法。但你要知道，現代內觀運動
並不是佛陀時代原樣搬過來的東西，它是在緬甸、斯里蘭卡、泰國等南傳地區經過近現代復興、簡化、普及之後，重新進入大眾生活的。這不是壞事，恰恰相反，它說明南傳佛教很有生命力。它沒有只躺在古書裡，它把早期經典裡的四念住、安盤念、無常觀重新翻譯成現代人可以練的東西。但這裡也要小心，任何方法一旦流行，就會被簡化，一簡化就容易变成工具。本來內觀是為了看清無常、苦、無我，可現代人常常把它用成減壓、專注、睡得更好、情緒更穩定。這些當然也有價值，但如果只停在這裡，你就像拿一把手術刀去削蘋果，能用，但太可惜了。佛陀的出場設置不是讓你變成一個更高效的打工人，它是讓你看見那個拼命想變高效的人本身就是苦的結構。你有沒有發現，這才是南傳佛教最鋒利的地方？它不太會哄你，它不會一上來告訴你，你本來圓滿，你天生具足，你未來一定成佛。它先告訴你，先看苦，你別繞開它，別美化它，別給它套一個宏大的意義，你就看它怎麼生，怎麼滅，怎麼一遍遍借你的身體和念頭重播。這對現代人其實很殘酷，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被安慰，我們希望一套學問告訴我們，我很特別，我有使命，我吃過的苦都不會白費，我現在的痛都有宇宙級安排。南傳佛教會把這些外包裝先拆掉，他說別急，先看這一口氣，先看這個感受，先看這個想抓住意義的心。這不是冷漠，這是一種更深的慈悲，因為他不為你新的故事，他直接帶你去看故事是怎麼制造痛苦的。當然，南傳佛教也有它的局限，任何傳統只要活在歷史裡，就會有制度化、地方化、權威化的問題。僧團會有等級，國家會介入宗教，注釋傳統會壓過個人體驗，戒律也可能從修行工具變成身份邊界。所以我們不要把南傳浪漫化，它保存了出場設置，但它不等於出場那一刻。更準確的說，它是一面校準鏡。當你在後來的佛教裡聽到越來越宏大的敘事，越來越複雜的名相，越來越绚爛的修法，你可以回頭照一照這面鏡子，問自己一句，這個東西是在幫助我看清無常、無我和苦的結構，還是在給我的自我換一件更漂亮的衣服？如果它讓你更誠實，更少貪着，更能看見自己的反應，那它就沒有離佛陀太遠。如果它讓你更優越、更神秘，更想證明自己站在高層級，那哪怕他引用再多佛經，也可能已經偏了。這就是南傳佛教留給我們的真正禮物，不是讓你加入一個陣營，而是給你一把尺子。這把尺子很簡單，無常看見了嗎？無我鬆動了嗎？貪嗔痴少一點了嗎？面對痛苦的時候，你是多了一個故事，還是少了一層抓取？如果答案是後者，那你正在靠近佛陀的方向。講到這裡，第二幕就收住了。從第二次結集到上座部和大眾部的分裂，從說一切有部的精密分析到精量部的內部反擊，從阿育王的帝國護持到南傳佛教在海島上保存早期傳統，我們一路看見了同一個問題的不同答案。佛陀走後，一個活的覺悟怎樣才能被保存？有人選擇戒律，有人選擇哲學，有人選擇帝國，有人選擇文字，有人選擇一代代實修。每一種選擇都救了佛教的一部分，也改變了佛教的一部分。下一次我們要進入第三幕，大乘佛教要登場了。如果說南傳佛教像是在努力保存佛陀的出場設置，那大乘佛教就像一次巨大的系統升級，它會提出一個讓整個佛教世界震動的問題：修行的終點真的只是我一個人解脫嗎？這個問題一出來，佛教史上最大的范式革命就開始了。你怎麼看南傳佛教？它更像一份珍貴的原始說明書，還是更像一面提醒我們不要迷路的鏡子？評論區告訴我。我是王立杰，我們下期見。